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用牛腱子给大家做一道非常有名的菜——酱牛肉。牛肉有许多好处，可以预防贫血，是补铁补血最佳的食材。牛肉营养丰富，可以增加免疫力，增长肌肉。对于手术后补充失血、修复组织方面特别适合。牛肉还含有优质的蛋白质，是减肥人群补充优质蛋白质理想食材。吃牛肉可以有饱腹感，所以正在减肥的朋友可以经常食用。下面就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我使用的是牛腱子肉来做酱牛肉。牛腱子肉是牛大腿上的肉，是最适合做酱牛肉的部位。这个部位的肉有肉膜包裹，内部有筋，均匀饱满，如花瓣般分布，就像人的指纹，每块都不一样，做出来不散也不硬，还特别有嚼头，口感特别好，而且切片以后特别好看。酱牛肉要想做的口感好，肉味十足，没有血腥味，牛肉的处理非常关键。我是在焯水前浸泡了4个小时，每隔1小时都换一次水。在视频中可以看到，每一次换水都有血水被泡出来，只是一次比一次的淡。最后一次泡完后，水基本是清澈的，所以泡水很主要，不要偷懒。泡水的时间要够，换水要勤，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不会辜负您辛勤的劳动。把泡好水的牛肉放到大勺中，再次加入凉水进行焯水。下面我们来调一碗酱汁。豆瓣酱200克，酱油100克，混合均匀。这时的牛肉已经焯好水了，锅中还是有一些浮沫，这就是牛肉最后的血水。我们把浮沫捞出，这样做出来的牛肉血水基本被清除干净，已经没有了血腥味儿。这锅水已经很干净，而且有很浓的肉味儿，可以说是肉汤，不要倒掉。一会儿炖牛肉的时候，我们要用它来炖。另起锅烧油，把调好的酱汁倒在油中，再加入50克冰糖。冰糖的作用主要是让汤汁更加的浓稠。把酱汁和油均匀的混合到一起，这时
酱汁的香味就出来了。然后我们加入冷水，把牛肉放到汤中，转大火烧开，然后用小火炖。水开后还有一些浮沫，我们把这些浮沫也捞出不要。下面我们来加入一些干料，干料的组成是一颗小葱、肉桂、八角、香叶、姜拍散、草果、拍裂、花椒，还有小茴香。我们分别把上述的干料放入锅中，盖上盖儿，用小火炖1.5小时。时间到了，开锅时，牛肉的香气扑面而来。这时牛肉已经炖熟炖透，酱料浓厚的味道完全融入在牛肉中，整块牛肉软烂紧实，不松不柴，颜色酱红，让人垂涎欲滴。要想知道牛肉是不是炖透了，我们可以拿一根筷子，然后插到牛肉中。如果筷子能够轻松地插进去，然后再把筷子提起来，这时的牛肉很容易就自己掉下来，这就说明牛肉已经炖透了。现在的汤汁呈酱红色，味道浓厚，用它做什么都好吃，可以做酱排骨、酱猪肘等，但是拿它来馅面条也非常好吃。牛肉的颜色更是红亮诱人，看上去就有食欲。我们把汤中的料渣捞出，料渣中的葱已经炖烂，没有滋味了，挑出来不要，其他的部分可以冷冻起来，下次再用。酱好的牛肉呈枣红色，外表明亮诱人。这时把锅中的肉汤倒进来，继续浸泡牛肉，让肉汤的味道更深入地渗入到牛肉的内部。浸泡大约3小时，这时牛肉已经凉透了。看着肉的颜色红亮红亮的，太诱人了，现在吃就非常的香了。为了让肉更加的紧实，我们用保鲜膜把它包裹起来，卷成卷儿。包的时候要把保鲜膜拉一拉，然后再卷，这样卷出来的肉卷更加挺实。另一块还没等我包呢，就有一半被干掉了。这酱牛肉放在外边太危险了，赶紧放到保险柜里冷藏过夜。肉汤保存起来干别的用，也可以再做2次酱牛肉。
经过冷藏的酱牛肉打开后更加紧实。一刀切下去，可以感觉到肉质的松软，当然也很 Q 弹，有一定的韧性。牛肉的外表红亮，内部粉嫩，看起来非常的好看。牛筋也均匀地分布在牛肉的内部，而不是堆积在一起。切牛肉的薄厚取决于您自己喜欢，薄一些的会软烂，厚的味道会更加的浓厚，有嚼劲儿。酱牛肉要想做得好，第一步清洗就非常重要。您一定要把牛肉中的血水去除干净，而浸泡是最好的方法。牛肉经过长时间的浸泡，组织会松软，里面的血水会溶到水中。这时我们一定要把血水换掉，最好每个小时换一次，这是清除血水关键的步骤。许多人一泡就是2-3个小时不换水，这样虽然使肉中的血水变淡，但是血水还是始终存在牛肉内。再一点就是给牛肉焯水，焯水时一定要凉水下锅，让牛肉慢慢升温，这样牛肉中的血水就会释放出来。释放出来的血水上升到水面，形成浮沫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浮沫撇干净。这道菜的名字叫酱牛肉，所以酱的成分在这里起重要的作用。我选择的是豆瓣酱和酱油，也可以选用其他的酱，比如黄豆酱、甜面酱、腐乳等，根据个人口味而定。一般都选用复合酱，也就是放2到3种。干料的投放，我放的是最基本的。根据您个人的喜爱，您还可以增加其他的干料。再就是火候的掌握，一定要小火慢炖，炖制时间一般在1.5到2个小时之间。炖好的牛肉一定要用肉汤进行浸泡，浸泡3小时以上，放到室温，这时即可食用。为了美观和口感，我们可以把牛肉卷成卷儿冷藏，和切成片摆盘。如果喜欢有仪式感，喜欢浇汁的朋友，我们可以使用原汤料勾芡，把勾好的芡汁浇在牛肉上即可。浇上芡汁的牛肉更加的好看，味道也更加的浓厚。感谢观看我视频的朋友，祝你们天天快乐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